距离森海塞尔的消费电子部门被索诺瓦给收购，已经过去了2年多的一个时间。在收购之后，交出了什么样的作品？想必大家与我一样好奇。因为收购之后被玩出来的例子实在是太多了。在我们行业之内啊，比如像优异被罗技给收购 ，AKG 被哈曼考段给收购等等，这些例子是数不胜数啊。不过现在 AKG 又从三星回归到了哈曼，希望未来能够有所建树。当然了，这其中好的例子也有，比如 Stax 被漫步者收购之后，就维持了自身的独立运作。还有就是奥利兹被索尼收购之后，目前看来也没有太大的问题，所以还是要具体看。森海塞尔在耳塞方面 ，RE600 和 RE900 都是收购之前诞生的 ，RE200 则是收购之后的产物。RE200 也取得了不错的市场口碑与销量，这里也期待一下以后的新品。不过德系品牌在耳塞方面更新一直非常的缓慢，而在头戴方面，森海塞尔则在持续发力，在近1年的时间里面，用3款新品来证明自己依然是那个森海。这3款产品分别是 HD620S、HD660SR 和 HD490 Pro。Hello， 大家好，我是原生态的 Gump。那下面我们将会对这3款产品来做一一说明。如果您在这3款产品当中犯难，吃不准各自的音色与前端需求，那我相信这期视频应该可以帮到您。好了，话不多说，咱们开始吧。首先，先对3款产品做一个简单的介绍。先是 HD660SR， 这款产品在我看来是具备了一定野心的产物。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这是一款300欧主抗的产品。大家如果看一下目前市售的产品，就会发现现在还在做高主产品的品牌是越来越少了，大家都在往易推方向靠拢，也就是说，对于前端的友好性是在逐渐提升的。最典型的就是拜雅的 T3代，直接从600欧下降到了32欧。目前高主产品除了深海，可能就是铁三角的 ADX5000了，这一款是420欧主抗的。这是由2点因素所造成的。第一点自然是市场因素，因为只有越平易近人，驱动的门槛越低，才能够获得越多的市场占有率。第二就是材料的进步，包括磁圈、振膜材料等等，让耳机的易退性能逐渐发挥了出来。而森海在如今依然去做了300欧的一个产品，这个主抗和外形就已经表明了一切了，就是剑指 Hi-Fi 市场，主打发烧友的。说到这里，我就想起 HD660S 的1代产品，150欧的一个主抗，更多的是一种轻 Hi-Fi 的思路。如果说 HD660S 1代相较于之前的 HD600 和 HD650 是补充的话，因为600和650都是高主的嘛，那么 HD660S 2代森海则更多的是想做一个超越。在设计与接口上 ，HD660SR 与之前的 HD600 和 HD650 并无二致，标志性的头梁设计、海绵耳罩以及母座都是一致的。这也就意味着我们之前的配件也完全可以给 HD660SR 来用。接下来 HD490 Pro， 不知道大家发现没有，这么多年下来，虽然森海塞尔在话筒领域非常的强势啊，但是围绕录音所做的周边反而不多，比如监听耳机，包括头戴和耳塞。在头戴方面，长期以来就是一个 HDR5 在支撑森海的专业市场，后面上来一个 HD400 Pro， 多少扭转了这个局面。而耳塞的话，一直到 RE40 Pro， 森海才逐渐重视起来，这一点与其他品牌来比是截然不同的。比如我们熟知的拜雅、AKG、铁三角等等。拜雅有着强有力的 Pro 阵容， DT770、880、990都有 Pro 产品，更不用说旗下的2员大将，也就是 DT700 Pro X 和 DT900 Pro X。铁三角的话就更吓人了，因为他们的那个 M50X 可能是有史以来销量最好的监听耳机，全球的一个累计销量已经超过了100万副，这个数字是相当可怕的啊！围绕了整个 M 系列，还衍生出了6个型号。更别说 R70X 这种开放式的监听耳机，销量也是不俗的。哪怕是索尼都有7506和 MV1， 硬生生的在监听耳机市场分出了一块蛋糕。说到这里，咱们来简单的聊一下，就是监听耳机这个品类，虽然是为了混音或者制作音乐所使用的产品，但其实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是的，没有明确标准。实际上，监听耳机的型号何止上百，不同监听耳机之间的声音差异是非常的大的。不光光是耳机，监听音箱也是如此。因为这些说到底都是回放的设备，那相信您如果说接触过这一个品类的话，
那您就会发现一个点，比如 R70X 和 DT1990，还有 MV1这3款虽然都是开放式的监听耳机，但是三者之间的声音差异非常之大。比如 AKG 有夸张的 KA271、240M、240S 等等，非常多的监听型号。之所以说这个，是想说监听耳机或者说监听音箱是没有所谓的标准的，硬要说一个硬指标的话，那可能就是拥有同价位产品当中更优秀的数字表现，也就是说听得会更加的清楚。除此以外就再无其他了。监听耳机说到底只是一个工具，优秀的音乐人并不会说因为用的是1000元价位的 M50X 就制作不出优美的音乐了。这就好像你很欣赏梵高的画，但并不会在意他用的是什么画笔一样。道理都是相通的，永远不要让器材限制您的发挥。之所以说这个，是想表达大家选耳机的时候，还是要根据自己对于声音的理解以及自己对音乐的审美来选择，而不是一定要执着于某一种类型。接下来是 HD620S。这款产品有一些朋友可能有些摸不着头脑啊，就森海塞尔怎么冷不丁的发布了一个全封闭的耳机。HD620S 发布于今年的6月份，是6系列当中的最新产品。这款产品的定位非常的简单啊，就是补一下产品空缺。毕竟森海塞尔在这个价位没有封闭式的产品，不像旗舰，好歹还是 HD800S 与 HD820的一个组合。大家不妨看看拜雅，也是一样的产品结构。封闭式的 T5 3代与开放式的 T1 3代互相配合，再比如铁人鸟式电风扇 ADX 5000和大木头 AWKT 的组合搭配，还有就是 Focal 的 Utopia 与 Stenia 等等，此类例子有很多啊。原因就是开放式与封闭式所对应的使用场景不同，这两者之间并非是一个直接竞争的关系，而是互相配合的。搞明白这一点之后，想必大家就明白了 HD620S 相较于其他产品，不是说谁高谁低或者谁取代谁的定位，而是相辅相成，面对的是两个不同市场的产物。同时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这副耳机的阻抗是150欧的，这个参数意味着对于前端会更加的友好。如果说 HD620S2 需要台式放大器的话，那么 HD620我相信您配备一个小尾巴，那也能够驱动的有模有样，这意味着完全可以便携使用的，这就是与 HD620S2 最大的不同。以上简单的介绍了3款耳机的一些特点，接下来咱们说说佩戴。首先在重量上面 ，HD490 Pro 与 HD620S2 是完全一致的，都是260克，而 HD620S 则是300多克。如果我们光从这个参数来看的话，佩戴感的差异似乎应该不会太大。但是实际佩戴之后，我认为 HD490 Pro 的佩戴最为舒适，然后是 HD620S， 最后才是 HD620S2。那为什么会产生这种有意思的局面呢？我认为这与各自的设计有着直接的关系。由于 HD620S2 是经典的6系设计，所以自然也沿用了之前的头梁。这个头梁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有点夹头，因为它偏紧，它是一个钢制的一个结构。而 HD490 Pro 虽然耳罩的尺寸、材料这方面与 HD620S2 区别不大，但是得益于新的头梁设计，所以即便您使用2小时以上，我认为舒适度依然是可以接受的。值得注意的是，由于 HD490 Pro 是定位于录音时使用的监听耳机，为了方便大家从一个录音室转移到另外一个录音室，所以 HD490 Pro 是今天3款耳机当中唯一一款可以翻转的。这意味着可以翻转折叠之后放进您的包里，方便移动使用。而 HD620S 则拥有3款耳机当中最大的耳罩，以及传承自 HD558、HD598 的结构设计，所以即使重量略重，佩戴感也依然要优于 HD620S2。很明显没有 HD620S2 的那种夹头感。HD620S 用了森海产品当中不多见的人造革耳垫，因为在之前的产品，也就是 HD598 当中，也不是人造革材料的耳垫。新的这种人造革材料的耳垫，它在隔音性能方面来说，比起 HD620S2 的丝绒耳罩，隔音上面要显得更好一些，并且不容易吸汗。配件方面用寒酸2字来形容也是绝对不过分的，毕竟官网已经明确说明了是环保材料，也就是森林友好型包装。HD620S 是配件最少的，就是一个 1.8 米线材加一个 3.5×6.35 的转接头，再无其他。HD620S2 好了不少，原因就是标配了 4.4 平衡线了。配件是 4.4 平衡线加 6.35 单端线2条耳机线，长度都是 1.8 米的，然后还有一个 6.35×3.5 的转接线，
基本可以满足我们的日常使用。而 HD 490 Pro 因为具备了2个版本的关系，所以在配件上面存在一些区别。HD 490 Pro 是一条 1.8 米线混音耳罩，制作耳罩，一个3.5转6.35转接头，以上是 Pro 版本的。而 HD 490 Pro Plus 则是在 Pro 的基础上面多了一条3米的线材，一个头梁垫以及一个便携包。2个型号在耳机本体上面是没有任何的区别的。接口，那深海这一次不知道是不是哪里没想明白啊，3款耳机用了3种不同的接口，非常夸张。如果说您之前接触过深海塞尔耳塞的话，一定会纠结于深海的接口为什么不统一？为什么？因为 RE40 Pro 是一个接口 ，RE400 Pro 又是 P1 接口，然后 RE600 又是非常规的 MMCX 接口，就真的非常的纠结。这一次的3款新品头戴也是 ，HD 620S 用了 2.5 毫米带有旋转锁定的母座 ，HD 490 Pro 用的是4星的 Mini XLR。而 HD 660SR 这是老的 HD 系列双插针。不过有一个好消息啊，就是3款耳机都可以使用平衡线材。对于深海这3款耳机而言，我个人会推荐大家都上平衡。原因非常的简单啊，单端下面的信息量，我认为释放的并不是非常的全面，用了平衡之后会好很多。而且因为高阻的关系，平衡会带来更加强劲的驱动力。除了 HD 660SR 以外，另外2款并没有配备 4.4 平衡线材，这需要大家另行选购了。值得注意的是 ，HD 490 Pro 这款耳机虽然是单边入线，但是这款耳机与其他产品不一样的是 ，HD 490 Pro 2边都有母座可以入线，也就是说您耳机的左右2边都可以连接，随便插哪一边都可以。这3款耳机除了有点令人纠结的接口以外，产地方面也比较复杂。因为我印象里深海塞尔的罗马尼亚工厂应该已经停止生产耳机了才对，结果这一次 HD 490 Pro 居然就是罗马尼亚生产的，而 HD 660SR 则是爱尔兰 ，HD 620S 是我们中国，3个型号3个产地，属实是一件有些摸不着头脑的事情。驱动要求，3款耳机的参数我先念一下。HD 620S 的阻抗是150欧，灵敏度110；HD 490 Pro 的阻抗是130欧，灵敏度105；而 HD 660SR 的阻抗是300欧，灵敏度104。大家知道我对于入耳式耳机的参数一直以来是不怎么关心的，原因就是入耳式耳机是给我们便携设备所设计的嘛，所以与前端配合上面，我认为音色或者说您自身的口味要求、声音密度这些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反而更应该获得我们的重视。而头戴式不一样，头戴式的参数我一般会看一下，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啊，因为同样的参数用不同的振膜、不同的磁路、平板或者动圈，也会出现截然不同的差异。这里扯远了，咱们回到3款耳机上面来。3款耳机当中最好驱动的是 HD 490 Pro 和 HD 620S。在我看来，这2款耳机对于驱动要求几乎是一致的，而 HD 660SR 对前端的要求要更高一些。HD 490 Pro 和 HD 620S 用 WR Ultra 自动小尾巴也能推得个七七八八了。我相信您如果有一台2000价位的台式设备，或者 M5 Ultra 小墨菊之类的播放器，那就不会存在太多的问题。而 HD 660SR 我认为是需要台式耳放来驱动的。欧若拉这个级别的设备是有必要的，如果可以的话，选择天鹰座3代会有更好的一个效果。玉龙的设备与深海塞尔的耳机一直搭配的比较好。前面说的是驱动要求，接下来我们谈谈前端音色。这3款耳机各自的音色差异非常大，比如 HD 620S 本身线条感非常的明显，但是声音的密度略欠。我们这时候可以选择密度高一些的耳放去进行搭配。HD 490 Pro 因为本身是给制作或者录音使用的关系，所以能够忠实的反馈出前端的音色。基本上您的前端是什么声音，耳机就能给予相应的反馈的。而 HD 660SR 的话，我认为应该选择素质高一些的解码耳放，这样能够将声音整体打开一些，变得更加的清爽。如果说 HD 660SR 用小尾巴去驱动的话，会出现声音偏肉的问题，有一些紧。在我看来 HD 660SR 也不太适合用 R2R 的解码器去进行搭配，因为 HD 660SR 本身就具备了一定的声音模拟感。当然了，如果说您喜欢加重 HD 660SR 的这个味道的话，让模拟感更加的浓烈一些，那这时候搭配一台小夜曲之类的设备，那也没有任何的问题，根据您自身的口味去选择即可。这里只是抛砖引玉，
我认为大家更应该根据自己的听音风格去进行一个组合，寻找合适的音色来进行搭配。在搭配组合里面是不存在唯一性的。好了，接下来咱们来聊聊具体的声音差异。首先是 HD600SR， 前面说过这款耳机对于前端的一个要求不低，在我看来，不光是前端，这款耳机还需要一定的保机时间。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听到 HD600SR 的时候，就有一个感觉，这个耳机怎么这么糊？而在使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在糊这个方面的改善，我认为是不小的。HD600SR 对于时间存在客观的要求。在搭配方面，我用了天音若3代去进行搭配，我也尝试过用播放器去进行组合，但是出来的声音效果不是特别的理想，总给我一种声音缺乏起伏的感受，就是听的声音很平，它没有起伏感。而用天音若3代搭配之后是刚刚合适的组合，能够很好的将 HD600SR 应有的信息量给它展现出来。我至今依然保留着 HD600和 HD650，在我看来 HD600SR 没有 HD600的那种殿堂感，也没有 HD650的那种黄昏感，但是我对于 HD600SR 依然有着非常好的评价。为什么？ HD600SR 在我看来是传承自之前的经典型号，但是又有所突破。HD600SR 依然有着深海祖传的音色在其中，这个音色具体来说就是厚重、饱满、能量与温暖，这4个关键词自打 HD580 开始就贯彻在深海塞尔的产品当中，甚至于您在入耳式耳机当中也能找到类似的风格，比如之前的 R18 和 R1800。当然了，如果说是 HD800S 或者 RE900 这些新的型号，那么与这个可能就没有什么太大的缘分了，那是另外一种音色，更加侧重声音的分析力与透明度这些指标。HD600SR 在声音的边缘表现上要比 HD490 Pro 更加的柔和，没有 HD490 Pro 那么直接。最明显的就是在听钢琴的时候，比如莫扎特的第16号钢琴协奏曲，就能明显的感觉到 HD600SR 似乎是有一点点的拖泥带水，声音的余音收的没有那么的快，不像 HD490 Pro 一般干净利落。但是大家注意，这并非是一件坏事，因为小提琴的尾音、钢琴琴键的质感，还有人声的气息，都需要这种氛围去进行一个烘托。在深海塞尔的产品当中，这种氛围感做得最好的，我认为还是 HD600，因为 HD600拥有一种特殊的辉煌感，也正是这点让 HD600成为了2000价位听古典交响的头号交椅。而 HD600SR 的唐音，我认为是没有 HD600那么夸张的，因为过于夸张的唐音会导致一个问题啊，就是会明显的影响到人声的表现。由于没有那么过分的唐音，所以让 HD600SR 的人声表现，尤其是在位置上面，比起 HD600要近了许多，也要显得正了很多。HD600SR 的声音能量感也给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这里举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啊，就是您如果说听一会儿 HD600SR， 再去听 HD620S 或者 HD400 Pro 的话，一下子您就会感觉到有一点清汤寡水了，就好像你今天晚上刚吃了牛油火锅，然后再去吃别的，那一下子就没有味道了，差异非常的明显。那说到这里，可能有些朋友会担心 HD600SR 会不会说过于重口味了一点呢？我认为完全不会，这里只是将 HD600SR 与 HD620S 做了一个比方而已，毕竟在声音厚度上面还是不如 HD650 那般重口的。我很欣喜深海能将过去的音色保留下来，并且用之前的理念做出来了新的产品。在我看来 ，HD600SR 更像是一种融合的产物，虽然没有 HD600 或者 HD650 那么的剑走偏锋，但是却巧妙的将两者的优势融合到了一块。在之前，我们常常听人家说 HD600 听古典 ，HD650 听流行 ，HD600S 听现代，而 HD600SR 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同时兼顾到了以上几种题材。也就是说，兼容性方面做得相当不错，在厚重的基础上面，把声音的模拟性与音乐感都做到了一个很完善的程度。当然了 ，HD600SR 也客观存在一些注意点，首先就是由于整体音色的关系，造成了声音的透明度稍差，并非是以追求素质为导向的产品。300欧的阻抗对于我们用家而言，对前端的投入也要花费更多。但是我相信，如果说您是 HD6 系列的簇拥，并且具备一定发烧经验的话，那么 HD600SR 不会让您失望。
并且 HD600SR 骨子里面的那种厚重感这一声音特性，我认为在 HD490 Pro 和 HD620S 上面都是无法感受到的。那接下来咱们就来说说这一支 HD490 Pro。我们前面说了，监听耳机不是只有一种音色 ，HD490 的音色就具备了一定的代表性。其实可以这么说，近几年的监听耳机，比如 R70X、MV1、DT900 Pro X 等等，这些其实已经不是传统的监听音声了，反而是拜亚的 DT1990 Pro 还带一点之前的感觉。而 HD490 Pro、R70X 和 MV1 这几款开放式监听之间的风格差异是非常明显的，这里就不展开说了。我们重点还是围绕今天的话题。HD490 Pro 在我看来有点口味清淡版 HD660SR 的意思。这里打一个可能不太恰当的比方啊，就 HD660SR 可能是1.7米的身高，70公斤的体重，而到了 HD490 Pro 就是身高不变，但是体重变成了65公斤了，瘦了10斤，等于减肥了。BMI 降低了之后，也显得更加的健康了。在音色上面，具体表现为更加的直接，或者说更加的中性。那这一点意味着什么呢？我认为首先就是 HD660SR 那种声音的余音在 HD490 Pro 上面会减弱一些，在低音上面也是如此。HD490 Pro 的低频明显没有 HD660SR 那般丰富的亮感。HD660SR 的低频其实是非常出色的，下潜与亮感俱佳。而在 HD490 Pro 上面，我们可以理解为是在维持了弹性的基础上，把低频的亮感给它削弱了一些。如果说您听流行或者摇滚的话，会感觉到低频的打击感不是那么的扎实的。不过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完全可以说这个低频是不是更准确了，因为 HD490 Pro 下面的低频轮廓更加的明显，这也是监听耳机本身所必须做出的调整。在高频上，我认为 HD490 Pro 的表现要比 HD660SR 要亮一些。HD660SR 的高频，我认为是有那么一点点的暗的，虽然这不会构成我们听感上面的一个制约，但是只要对比一下，就会发现 HD490 Pro 会更加的敞亮，声音的上门空间也会更加的开阔，整体的透明度也是 HD490 Pro 要更高一些。而在宽松度这个指标上，我认为两款之间的差异并不大。那么 HD490 Pro 有哪些地方需要我们去特别注意呢？我认为首先就是声音的密度。就是相较于 HD660SR 来说的话， HD490 Pro 听起来会稍薄一些，显得没有 HD660SR 那般厚重与波澜壮阔。这个音色与 HD490 Pro 的设计初衷是一脉相承的。那关于这一点，其实我个人很难讲是好还是坏，关键要看你自己的喜好。最后是 HD620S。森海塞尔对于 HD620S 的定位是非常明确的，目标是设计一款融合了 HD6 系列与 HD5 系列的产物，但是在我看来并没有达成这一目标。HD620S 这款耳机因为是封闭式的一个关系，很多朋友担心这个声场会不会受到限制，或者说被扭曲了。毕竟 HD820 的例子就在眼前，对吧？在这里我可以肯定的说，不会，不存在 HD820 那种有些煽动音的问题。这与取消了大猩猩玻璃面板的设计有很大的一个关系，到现在我也没有想出来，在反射面上面用了玻璃这等神仙设计到底是谁想出来的。由于 HD620S 的单元是斜置设计的一个关系，所以声场上面我听下来没有受到什么制约，也就是听着不会给人以沉闷的听感。有一点是 HD620S 与以往的森海塞尔产品所不同的是，就是这个耳机的单元表面没有覆盖调音棉或者说防尘棉，而 HD490 Pro、HD600SR 都是有的。HD620S 的表面被一层近乎于透明的类似于尼龙的材料所覆盖，起到了一定的防尘作用。我相信这个材料对于 HD620S 的声音透明度有着莫大的帮助。在音色上 ，HD620S 我认为是一款偏向于现代的调音风格，三频的骨架非常的明朗而且清晰。如果您是追求声音的韵味，那么 HD620S 我认为可能不是特别的合适的，因为 HD620S 的氛围感要差点意思，乐器的质感属于结像明朗但质感稍差的。那说到这里，可能有朋友要讲了， HD620S 的站立是不是不太行？我的答案是要看情况。
虽然声音的氛围感不如另外两款，泛音收的也比较快，但是这会带来一个很神奇的优势啊，就是声音的精准度提升上去了。当然了，这与封闭式的结构也有很大的关系，毕竟与另外两款在产品定位、使用场合上面是有很大的不同的。这是封闭式耳机的先天优势之一，就是您听着会感觉到很清晰，定位什么的都非常的明确，段落感明显。铁三角的木碗、天龙的木碗或者 Fostex 的木碗等等，这些木碗其实都有这个特点。这里我举一个例子，大家如果听过英特美的 ER4 系列，相信就能很快的明白这种音色意味着什么。ER4 系列也有一点这个调调，就是不强调声音的密度与低频等等，但是声音的高频延展和声音之间的层次感做得非常的到位，段落感非常清晰，能给到人一种特殊的声音穿透力。当然了 HD620S 毕竟是头戴动腔耳机，不会说像 ER4 那般极端，这里只是打一个比方。其实这种音色的局限性也很明显，就是你声音一旦精准之后，声音的宽松度上面就会显得不是那么的宽松了，声音的厚度也没有另外两款，就是 HD660SR 和 HD490 Pro 来的充分。但是如果说您喜欢这一口，那就没有任何问题。关于 HD620S 自然也有需要注意的地方，那就是虽然整体的透明度不错，声音也不显沉闷，但是声场我认为是存在一定的边际感的，这一点与另外两款耳机区别了开来。因为 HD620SR 与 HD490 Pro 的声音都具备了很强的发散性，而 HD620S 是没有什么发散性的。最后来说说该怎么选。在我看来，如果说您有移动出行的需求，或者说不希望自己听的音乐被别人给听到，那么这时候就应该选择 HD620S 了，这是因为封闭式设计的缘故。但是如果说您没有这方面的需求，那我还是会更多的去推荐 HD660SR 和 HD490 Pro。HD490 Pro 拥有更加舒适的佩戴感和更加平衡、更加直接的音色表现。如果说您喜欢速度感快、听 ACG 或者轻快一些的女生居多，喜欢声音透明度高一些、更加注重声音的还原性而非音乐性，并且不希望在前端上面花费过多，那么 HD490 Pro 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并且优秀的佩戴也是非常大的一个加分项目。还有就是，如果说您是用来后期制作的话，那么我相信 HD490 Pro 一定可以胜任您的这一需求。而 HD660SR 则更加的富有乐器质感以及经典的深海塞尔音色。如果说您喜欢厚重、具备一定动态与包围感的声音，并且愿意在前端上面进行投入，对您而言 Hi-Fi 更多的是一种追寻的过程，那么 HD660SR 我会更加的推荐。最后再岔开一下，谈一谈两个经典产品，没错，就是 HD600 和 HD650。这两个产品虽然上市已经有20多年了，但是这两个产品目前依然在产在售。这里我想通过两个例子来说明这两个产品。想必大家都知道耳机大家谈，在耳机大家谈上面，有朋友玩 HD600 玩的是如痴如醉，收集了各种版本的 HD600，哪怕 HD800S 他也不要听，唯独钟情于 HD600。还有我身边有一位朋友也是的，独爱 HD650。HD650 虽然版本之间的差异没有 HD600 那么的夸张，但是依然有折腾的空间。对，就是那个升级线。这位朋友先后给 HD650 配备了数十款线材，并乐此不疲。对他而言 ，HD650 远胜于 HD600。举这两个例子的用意是什么呢？就是如果说您的目标已经非常明确的情况之下，已经吃透了 HD600 或者 HD650，并且您依然对 Hi-Fi 怀有热情，那么 HD660SR 我依然会推荐你去尝试。而如果说把2代换成了 HD660S 1代的话，我就不会这么去推荐了。不过在我看来 ，HD650 与 HD600 依然有着充分的价值所在，并非说HD660SR 上市之后旧款就一无是处了。HD650 那种独一无二的人声醇厚度依然是其拿手好戏，虽然这是有些偏科的感受，虽然整体偏肉偏厚，但是在很多时候，一款富有特点并且好听的产品，已经足以让我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时至今日，我依然记得 HD600 下面那种独特的乐器质感所带给我的触动。对很多朋友而言 ，HD6 系列已经不仅仅是一个产品或者一个耳机那样简单了，更多的已经是一个符号，深深地印刻在了大家的心里。好了，最后再次感谢大家的收看。如果本期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还希望您能够一键3连。谢谢大家的观看，我们下期再见。